叶晨坐过一次科考船，知道那东西看似是一艘船，其实各种系统的设计冗余，可能比2艘船加起来还要多。这样的船，说坏就坏是有些不合常理的。再结合日本科考队已经开始瞒着直属上级，私自使用直升机，还专门关闭定位，这让他心里确实觉得不太对劲，感觉不是这帮人被困在这里，而是为了某种目的故意想要留在这里。可是这个动机就很奇怪，他们都是科考队员，如果他们真有什么南极科考项目，也应该是新来接班的这批科考队员来负责。而且项目定下来之后，他们肯定就要在出发前做好各种准备，无论是人员物资以及各种装备都会提前准备好。这样的话，那些已经在这里待了一整个夏季，本该撤回日本的科考队员以及科考船的船员，完全没必要故意滞留在南极。而且他们不仅滞留，还自己在南极搞起了小动作，这又是为了什么？难道他们就不怕国内到时候追责吗？更离谱的是，这个季节在南极飞直升机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他们都是科考队员，不是执行命令的士兵，为什么要冒着这么大风险，在南极搞一些不被官方知道的动作？这就更说不通了。原本叶晨也可以不去过问这些事，但这些日本科考队员开着直升机来回穿梭，甚至开始在自己头顶上飞来飞去，如果不弄清楚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心里总是有些不太踏实。所以叶晨还是决定先去他们搁浅的科考船那里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或者最好直接找个人问问，弄清楚他们到底在做什么。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让他们的活动避开北欧科考站附近，否则下次天空中出现大日如来手印，万一被他们发现，又被他们传播出去，那就真的麻烦了。叶晨将自己的顾虑告诉林婉儿以及云如歌、宋如玉，他们也都觉得日本科考队确实有些反常，而叶晨现在的修炼又依赖极光的变换，飞来飞去的日本科考队绝对是一个隐患。于是林婉儿问他，公子找伊藤小姐要科考船的坐标，不打算先去他们的科考站吗？叶晨摇摇头说，无论他们在搞什么名堂，科考站都是他们的核心区域，相比之下，动不了的科考船肯定比较边缘，我想谨慎起见，先从科考船着手。林婉儿若有所思地说道，公子说的有道理，谨慎些总是好的。云如歌便道，叶先生，如歌与您同去吧，多少能为您分忧。叶晨婉拒道，云小姐、宋小姐，你们2位还是留在这里照应林小姐，她没有修为，一旦遇到危险，恐怕无力自保，我一个人去，1天时间就能回来。林婉儿说，公子不必担心奴家，奴家可以待在科考站不出门半步，想来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不行，叶晨坚定地拒绝道，这里环境特殊，一旦真遇到危险，短时间内根本支援不到位。云小姐和宋小姐留下照应，我也能放心一些。林婉儿见叶晨态度坚定，便轻轻点头说道，那公子一切多加小心。菜菜子很快给叶晨找到了科考船搁浅的坐标，那里距离叶晨所在的位置大约300公里，不过因为船被封在了夏季末的海岸线，所以现在刚好可以一路从冰封的冻海上开过去。因为冻海地势相对平坦，雪地车的速度也可以稍微快一些，5个小时就能赶到。不过雪地车目标大，噪音也大，容易被发现。叶晨便打算先驾车前往距离目标50公里的位置，然后从那里切换步行。很快他便驾驶着一辆轻型雪地车自北欧科考站开出，雪地车在冰面上一路疾驰，在距离目标50公里处停下熄火。叶晨将车留在原地，便以无形的灵气汇聚脚下。灵气虽不足以让他悬空而起，但也能在他脚下与冰面之间形成一道屏障。随后他便在这冰雪覆盖的地面上，以不逊色于雪地车的速度无声狂奔。而此时的日本科考船
已经在冰面冰封了将近1个月。不过，虽然周围天寒地冻的，好像环境极端恶劣，但对这艘船来说，反而是最平稳的时候，因为它已经整个被冻在冰面之上，如同一座巨大的冰上建筑，任凭外面风雪多大，都能做到纹丝不动。由于船上的船用柴油储备充足，发电机组始终肆无忌惮地轰鸣着，内燃机组在运行中产生的热量，让整个船舱内部温暖如春。此时，吴柏林的狗腿子松下平吉正在自己的船长室中百无聊赖。吴柏林走的时候宣布他成为科考船的新一任船长，因为心理暗示的缘故，整艘船的船员包括之前的船长都对他毕恭毕敬。他现在非常享受这种备受尊重的感觉，再加上每天被冻在这里百无聊赖，所以就开始在船上享受生活。而且吴柏林那边的精力目前都放在敦促科考队员寻找飞升之门这件事上，除了让松下平吉在这里待命之外，就没再有什么其他的命令过来，所以松下平吉的日子就更加清闲。船上其他人这些天也已经适应了这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在这冰天雪地，他们没有派人瞭望，所有人都猫在温暖的房间里，只是例行开着雷达。不过船上的雷达根本识别不到人形目标，所以谁也想不到已经有人快速接近科考船。眨眼间，叶晨就已经来到日本科考船的下方。虽然船舷距离冰面至少10余米高，但他只是双腿微微用力，便在船舷下方一跃而上，轻飘飘地落在了甲板之上。由于整艘船都已经不需要航行，整个驾驶舱内一个人也没有，叶晨在甲板上不见任何人的踪迹，便立刻以灵气将整艘船的内部搜寻一番，发现船员几乎全在各自的船舱内。他便将注意力放在了唯一一个住在单人间的人身上，那个人便是正在房间中翘着二郎腿听歌的松下平吉。